好，大家晚上好。看看都说了点什么。今天去看病，一出门满天飞毛啊！对，是这样的，我们这儿也是满天的毛啊，那简直是太恐怖了。我老家的城市规划比较偏工科生逻辑，种的树法国梧桐、上海建国西路同款，没有飞毛，高大魁梧，春夏翠绿，秋季橙黄，叶片硕大，观赏性好，体验极佳。这个有时候没法弄，你像北京以前毛呢也有，但是绝对没有这么吓人啊！前几年好像还给那个树打药，就是给那个树上挂个袋子上，往里打那个针，然后那个毛会少一点。但这几年好像也没人管了，哇，那毛简直没法弄了。而且前面奥运会的时候，就2008年的时候呢，为了治理雾霾，种了一堆那个东西叫什么圆柏，还叫什么东西？你像我以前是不过敏的，那现在简直是快没法活了啊！这个实在是有点太恐怖了啊！那个你会能看到那个花粉爆炸出来。最近这就没法说了呗。是这个前几个星期几十个 PB 的超级数据泄露，这玩意儿封个屁啊，根本封不住，这都是扯淡的事儿。反正他因为这个梯子最近好像是应该有一个法还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印象里是5.1开始执行吧，就是会严格一些啊，这个一定会有。马兴瑞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赶上了，对，你们赶上了。好啊，咱们先在开始之前呢，先闲聊一会儿啊，就是呃周末首先先预告一下这个爱马仕是不是值得讲一次呢？因为我确实是把它装上了啊。然后也用了2天了。这个龙虾呢，我肯定是一直在用啊，昨天还跟龙虾战斗了一整天。爱马仕呢，现在装上呢，感觉是要比龙虾简单啊，比龙虾稍微的简陋一些吧，就是它没有龙虾那么复杂的功能。至于后面的话，因为我其实并没有特别关注爱马仕社区的这种动作啊，就是它的更新是不是像龙虾这么频繁这么多啊？这个事儿我还不是特别确定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看看周末是不是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给大家做期视频吧。然后，Happy House 啊，但 Happy House 这个东西，我本来想去用一用，再去给大家讲，但是目前好像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东西是谁做的啊，这个并没有那么关心这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好用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分出来了以后，就已经嗨的不行了。所以我再看看这个周末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至于会员节目的话，因为我们一般是2周一次会员节目，上周没做嘛，这周要做。我在想，是不是把爱马仕的节目或者是龙虾的节目放在会员节目里头跟大家聊一期呢？这个事儿呢，我也还在犹豫吧。这个看看，让我稍微的想一想啊，因为最近好像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美国跟伊朗到底打还是不打呀？还是不打呀？还是打呀？这些事儿。对吧？这个，其实大部分人也没有什么能力去改变这件事情，但是还是很牵动人心的吧。这个其他的，你说最近有什么事情可聊吗？没什么事情可聊啊，而且看着满街的毛毛，我自己都想休息了。最近感觉这个播放数据也很差，然后钱挣的也很少，是不是应该出去春游一把啊？这个我最近也在犹豫的一个事情了。周三回放字幕有问题啊？是吗？我难道把字幕加错了吗？这个，哎，你说一句啊，我到底哪儿弄错了？这个，我难道是把一个别的字幕加上去了？我看一眼啊，这个算了，等回头再看吧。这个我看看是什么情况。有的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会把很多的字幕放在同一个目录里，然后有可能会加错啊，待会儿再去研究吧。这几天梯子不行啊，这个现在51个人了啊，还可以吧。周末应该出去夜总会啊，这个太累了。
我能够跑到一些这个，比如说商场里头稍微晃荡晃荡，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啊。夜总会那个地方其实不是我能够适应得了的啊，因为实在太吵闹，酒也喝不了，对吧？所以进去也没什么意思。哎呀，ATT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个假装要打吓人而已，不会打这个不知道啊。而且有的时候这种可能你不打一把也不算完。现在国内梯子还稳定吗？这个肯定很不稳定啊。但是老范还在啊，老范还在。好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要稍微讲一下这个中国 AI 末日论，我们还追得上吗？啊，咱们讲这个话题。啊，就是有很多人说中国 AI 追不上美国啊，这个老范要去跟大家好好的讨论讨论。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啊。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中国 AI 末日论，我们还追得上吗？对吧？很多人在中文互联网圈里头再去传啊，说中国彻底没戏了，永远追不上了，越差越远了，对吧？甚至还有人说这是哈萨比斯说的啊，就是 DeepMind 的老大。其实 DeepMind 的老大人家没说这话，人家说的是，中国原来差几年，现在差6个月啊，越追越近了啊，这个是人家的原话，对吧？所以呢，这件事情上呢，咱们要好好掰扯掰扯了。那么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咱们讲到说中国 AI 末日论呢，啊，因为中文嘛博大精深啊，咱们看在哪儿断句了啊？它有3种不同的意思啊。第一种意思呢是这个中国 AI 失败论啊，就是中国 AI 永远追不上美国人，越差越远啊，越追越追不上啊，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叫中国 AI 末日论是什么呢？就是同样的 AI， 为什么中国人普遍对 AI 比较乐观，而美国人天天害怕 AI 毁灭人类，对吧？所以中国人对于 AI 末日论这件事情本身是特别乐观的啊，这个也是值得去说一下的事情。那么第3种说法是什么呢？第3种说法是美国人啊，特别是有极个别的美国人认为，一旦中国 AI 超过了他们，就世界末日了啊，大概是这样3种解释啊，中国 AI 末日论啊。最后呢，啊，咱们来算一下啊，这个到底怎么追上，怎么追不上这个事情吧，这个还是更重要一点点啊。至于说啊，中国为什么对 AI 这么乐观啊，这个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至于美国人啊害怕我们追上的这件事呢，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杞人忧天了啊。这个他甭管担不担心，我们最后都会追上的啊，这个没办法。好，那么第一部分啊，中国 AI 末日论啊，这个里头呢，其实是有很多人在去讲的啊，不光是一些，比如说对中国 AI 这个不是特别有信心的人啊，很多人都在讲这个事情啊。那么都有哪些呢？啊，咱们第一个讲的叫林俊阳啊，这哥们儿呢原来是阿里同意1000问的技术负责人，他呢前边在去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还专门录了一期节目来讲这件事情啊。他呢是在参加一次AGI Next 的一个活动的时候，一个访谈上啊，他就去讲说这个里边啊，说是什么呢？说中国 AI 啊想在几年之内啊，3到5年之内。成为全球最领先的公司啊 ，AI 公司的话，这个概率大概也就是20%，而20%已经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估值了啊。所以他认为3到5年之内，中国 AI 都是没有办法去追上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他给出的理由呢，大概是3个啊。第一个理由是，美国整体的算力比中国大1到2个数量级啊，一个数量级乘10倍嘛，就是它可能是比咱们大几十倍，甚至有可能上百倍的一个差距。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想去超越它，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啊。这个就好比开餐厅啊，人家后厨100个猛火灶啊，咱们这儿可能俩师傅然后炒3个灶，也就这种水平。你说，哎，我们想出的餐比别人快，这个确实是有一些难度啊。第二个呢，就是啊，美国的头部实验室呢，把大量的算力投入到下一代的这个前沿研究里头去，啊，你比如说吧 ，OpenAI 啊，它大概40%的算力是在做下一代大模型预言的，
根本不考虑赚钱啊，而我们的公司大部分的算力是用来接客户订单的啊，赚钱养活团队确实没有那么多闲钱去做前沿研究。第三个是什么呢？中国团队大量算力呢，还被当前的交付所占用了啊，这个就是有很多历史沉淀的这种任务再去消耗它的算力啊，它是举出了这样3个原因啊，说我们很难追上。就算我们稍微的往前走一走，对吧？人家美国拿了这个可能我们全国的算力的多少倍啊，在研究下一代模型，就是你怎么可能追得上嘛？啊，这是他的一个论点。他离开阿里之后呢，还专门发了一篇长文啊，承认千问模型走了弯路啊，他把这个推理和这个叫做生成呢，这个就是把这个 thinking 和这个instruct 模式啊合并在一起啊，想去做这件事情上，结果呢效果并不好啊。承认呢这一次技术尝试的是一个巨大的教训。更具体的来说呢，他认为合并之后 thinking 变得更加这个啰嗦犹豫啊 ，instruct 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干净、稳定、低成本了。根源就是2种数据分布和行为的目标并不一致，对吧？他还在去不断的反思自己啊，他如果在这个阿里里头，我估计也不会有人允许他去做这样的反思吧，对吧？那么他离开了以后啊，就可以稍微思考思考了啊。那么这就好比什么呢？一个文科状元，一个理科状元啊，你非要搁在一个考场里考一张卷子似的啊。所以他认为这个通义千问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除了他之外呢，在当时这一场会上还有一个哥们儿叫唐杰啊，质朴的手机科学家，清华大学的教授啊，质朴 AI 的手机科学家，他呢也在讲这个事儿。他呢说的是中美在研究，尤其是 AI 实验室上的差距，要缩小差距啊，关键还是要让聪明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创新，而不是被交付和环境所约束。啊，质朴出来说这个话呢，真的是充满了心酸啊！为什么？因为质朴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很牛啊，招了好多的人啊，开始去四处扑下去做什么医疗啊，做什么这样的东西。后来呢，这个他们还干过一个什么特别逗的事儿，就是做大模型研究的啊，是在几层楼啊，然后做医疗、做交付、做这种事情的人呢，是在另外一个楼层。然后呢，他们还规定，这个做大模型研究的这个楼层里大概是有零食，然后其他楼层人不许吃。然后一帮人在那折腾，说你太瞧不起人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后来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不行啊，因为模型本身的能力不够嘛，啊，这个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大裁员啊，把那帮做交付、做这个执行的人全裁了，说我们最后集中力量去做大模型吧，所以这才有质朴的4.7、5.0、5.1啊这几个新的版本出来，算是逐渐追上了，可能还追不到国际上，比如像Cloud Opus 这种水平啊，只是说个别的模型指标啊已经追上或者接近了 Cloud Opus 4.7这个水平了，对吧？那么他现在来讲说，哎，我们想追的话，就是别老让这些做业务的人拖住我们的手脚啊，这个他们老偷着吃我们的零食，这事儿不行啊，我们要好好的去做真的研究啊，因为呢他在讲是什么呢？就是工程师呢90%的时间都在改 bug 啊，接需求，只有10%的时间在做创新啊，这是中国的情况。而美国的 AI 公司的话，工程师40%的时间是可以自由用来做自由的探索啊，这就是差距啊。这个他也是提出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当时我记得我录完这个节目了以后还总结过啊，我说中国人可能有的时候有点太胆小啊，而且不敢去冒险，也必须要去做这种确定性的事情啊，这可能是中国 AI 比较难以追上美国的一个原因吧。这是2位业界大佬吧，然后呢，再往后一个人啊，叫任正非啊，华为创始人，他讲的是什么呢？他在人民日报的采访里边，说的是啊，说这个，人家这个投基础研究啊，不是，他是这样啊，人家投基础研究，人家掌握基本规律啊，我们在后边跟着，这事儿是不行的啊，这是任正非自己敢说，其他人真没人敢说这话啊。所以他就讲说，我们华为是不是以后也应该去投一点基础研究呢？啊，这个也算是一个，这个不能算完全唱衰吧，稍微有一点点的
冷静一点的声音吧，在任正非这里啊。那么还有呢，就是 ASML 的这个 CEO 啊，这个名字我就不念了啊，反正挺长的一个名字 ，Christopher Focus 啊，这个荷兰人吧，但反正是这样的一个名字。他在2024年12月份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啊 ，EUV 禁令让中国在芯片制造设备上落后西方10到15年。啊，这里一定要注意，他说的是芯片制造啊，不是 AI 模型本身。但是呢，你没有芯片，你没有英伟达的这些东西，你就搞不定，对吧？现在咱们比如说拿着 ARM 的这些专利，拿着这个 RISC-V 的这些专利啊，或者这些 IP 吧，只要是有3纳米、有2纳米的这些制程工艺的话，我们虽然造不出英伟达来，但是我们去造博通的那些芯片，造这些 ISIS 芯片。也还是可以搞定。你比如说像阿里的平头哥呀，还有像各个比如百度啊、腾讯啊，还有字节自己手里都是有自己的芯片的，对吧？包括像华为的这个升腾910什么这些机器啊，这些芯片，你只要是真的有这些工艺的话，就可以有很大的提升啊。所以在这一块上啊，这个 ASML 的 CEO 认为我们还很难追上啊。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事实吧。再往后呢是北大的一个教授啊，这哥们叫侯红，他呢是一个管理学的教授，光华管理学院的这个教授，他呢提出了3个观点啊，说我们啊不是技术上追不上人家，而是我们整个的体系架构不行啊，所以我们会离美国的 AI 越走越远啊。那么这个里头呢，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软件啊，就是企业软件很薄弱，什么意思呢？说中国几乎没有成熟的 SaaS 付费市场，90%的企业是不愿意为 AI 付费的，大模型公司只能靠政府项目和流量变现啊，没法靠弊端订阅获得稳定收入啊，反哺研发啊，这是他给的第一个这个论点吧，或者叫第一个结论。这个事儿你说对不对呢？还真对啊，就是中国的企业，你要让他付钱，这个可费劲了，对吧？你每次让他付点钱，买点什么东西，他都先问你说我拿这玩意儿能挣到多少钱啊？而特别是现在，大家日子都没有那么好过，对吧？所以想从这些企业身上把钱挣出来，确实很难啊。而且中国为什么说没有成熟 SaaS 这个行业呢？中国那么多 SaaS 公司。对吧？原因很简单，像美国的 SaaS 公司，我只要把产品做好，大家订就完了。中国小企业订不起，或者说我这各种找免费的，甚至还去破解和搞这些事情，对吧？然后大企业呢，谁用 SaaS？ 你过来，你给我定制开发，我有一堆需求呢，你给我改去，对吧？这个 SaaS 就是说我不改，你给我反复订阅，那玩意儿才叫 SaaS 行业呢。所以中国就没有这东西啊，这个确实人家说的是对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封闭生态啊。说国内大厂各自为战，阿里、腾讯、字节的 AI 生态互相都打不通啊，这个不愿意开放核心数据和接口，形不成美国 OpenAI 那种开放的开发者生态。这件事儿呢，我倒是觉得他说的不对啊，为什么呢？其实美国 OpenAI、Anthropic、谷歌的 Gemini， 还有像这个XAI 这几个大厂。他们也是相互各自玩各自的吧，谁也没有说我们就愿意把这个数据开放出来给别人使，对吧？所以从开放的角度上来说，中国还算是做得好的嘞。你比如说，我去买了字节的套餐，对吧？我在里边可以用 Kimi， 可以用 Minimax， 我还可以去用质朴的 GRM 啊，都可以用。虽然用不了最新的吧，但是反正也都能跑，对吧？所以咱们其实在开放这块还可以。啊，那么至于说能不能形成这种大型的开发者生态，我们也想啊，但是很难，对吧？形成开发者生态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因为我原来就是专门做开发者关系的啊，这块我还是稍微比较熟悉一点。你像字节呀、阿里呀这帮人天天都在去建设自己的开发者生态，为什么建不起来？不赚钱嘛，对吧？你没有给他一个赚钱的路子。啊，你不像是比如 OpenAI、Anthropic 似的，你拿我的软件去开发东西，然后就有人愿意付费，它等于再往后那一节没有，对吧？所以现在只能怎么着？哎，你拿我的软件去做东西，然后做个短视频发到抖音上赚个广告费啊什么的，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从开发者的角度上说，
你只要真的能够拿着人家的 AI 的工具去赚到钱啊，大家还是愿意去干活的。现在这些大厂也愿意去培养开发者生态，对吧？只要培养开发者，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原来在这个亚马逊啊开始做 AWS 开始做云计算的时候，他们开始培养开发者，它里头专门有一个部门，这个部门的名字叫开发者成功部，对吧？我怎么能够帮助开发者赚到钱啊？这个部门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其他的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对吧？你说，哎，你用了半天亚马逊云，我没挣到钱，然后赔本赚吆喝了，我赚了烧了一堆 token， 这不算本事，你要让他赚到钱，这玩意儿才叫本事，对吧？这才叫正面宣传案例，大家会往上冲。所以现在在这一块呢，不是咱们不愿意往前冲，而是这个确实整个行业都比较残酷啊。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啊，他提出的问题，第三个是 VC 的风险厌恶啊，说国内的 VC 呢只愿意投6到12个月能够变现的应用层项目，不愿意投3到5年周期的底层技术研发，没人敢赌长期不确定性啊。这件事儿呢，我觉得这哥们儿虽然是管理学院的吧，但是可能对于 VC 这个行业确实不是那么了解啊。要知道是这样，就是 VC 这种生物呢，首先他手里的基金是有周期的，虽然现在开始出现一些永续基金啊，或者说这种长周期基金，但是毕竟大部分的这个基金都是有周期性的啊，你必须是在比如说5年啊，或者是4年，你要把钱投出去，然后开始往回收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像我们以前投资的时候，都会跟人签协议，说你必须4年上市啊，不上市的话你得还钱，对吧？或者你4年被人收购了也行啊，要不然你给我还钱，对吧？都要签这样的协议。以前呢，你说这个4年够不够他们做点研发呢？其实也够。那为什么到现在就突然变成6到12个月必须挣钱了呢？很简单啊，咱们不允许资本的无序扩张啊，把整个的创投链给打断了呀。原来是我们比如投一个案子，投完了以后呢，我们确实啊12个月到这个18个月我们是要退出的，但是退出并不是说你这个项目要挣钱，把我投给你的钱还给我，而是给他找到下一轮，对吧？我投个天使，然后12到18个月之内给他找到 A， 然后 A 那哥们儿可能再陪着他跑12到18个月，再给他找到 B， 对吧？谁是英雄？当时我们在传送的叫1年融3轮，对吧？你1年之内把天使 A、B 全都融完啊，这个叫真正牛的项目啊，这个是大家去追捧的啊。但是呢，现在因为不允许资本的无序扩张了啊，原来比如说基金投了个 A 啊，然后后边呢，比如说这个腾讯接个 B 啊，再往后比如再找一个基金投个 C， 你就可以到美国去上市了。它原来这个链条是通的，后来说还不允许无序扩张，腾讯这个包括像字节什么的就不怎么投了啊。那你不投了，那这事儿就没法整。那大家就必须要求项目盈利啊。那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不怪中国的基金啊，这个有一些其他的不可抗力啊，咱们确实是搞不定这件事儿。所以呢，这是这位北大教授啊，这个管理学教授，他从一个非技术角度，从咱们的架构角度上来说，哎，我们为什么追不上美国的一个原因啊？说我们整个的商业环境不行啊，他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他的讲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底下是一个沙地啊，这个房子盖在上面的话，这个很容易就倒掉啊，因为基础实在太不牢固了啊。这个再讲一个例子吧，比如说罗弗利啊，这个就是小米 Mimo 的这个 AI 团队负责人，原来 DeepSeek 的这个核心成员，他呢其实有一次也是在北京的一个活动上，当时是 Moonshot 的这个创始人啊，这个是这个叫什么呢？是主持人就问他说：“你给我们讲讲这个小米这个做的怎么样啊？”然后呢，这个罗弗利就转了一圈说：“我们不谈小米，咱就谈中国吧。”啊，他说中国呢其实做了很多创新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注意力方法啊，怎么能够节省算力，怎么能够去在这个这么多的数据里头让这个模型变小，然后让它去能够让它能够达到相同的这种效果，我们怎么能够去降低训练的成本，怎么能够去降低推理的成本啊？这个讲了一堆这个玩意儿。那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它这是唱衰中国 AI 吗？其实是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很简单，你说什么人会去研究注意力？或者说大家知道注意力是什么吗？注意力说实话就是我们去考试之前啊，我教你一套最高效的复习方法，对吧？你前面学怎么样我不管了啊，咱们就好好复习就完了
啊，你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复习的好，就相当于你可以把注意力快速的找到重点，然后把它搁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用更少的精力、更少的财富、更少的钱去把这个考试通过，对吧？所以他讲的这个话，其实讲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各个 AI 公司都在去研究这些事情啊，我们都在去研究啊，考前应该怎么去复习啊，对吧？甚至高考的时候，你到底应该穿一个什么样的旗袍去考试啊，对吧？我们在研究很多这种东西，有效吗？有效啊，这个东西也是有效的。我们确确实实是让很多很多的学生考上了大学，对吧？但是呢，你的很多底层的东西其实是不怎么做的啊。补充一点啊，这个罗弗利最近还在干一个特别神的事儿，他最近在拼命的发文章，干嘛呢？这个说中国的大模型公司们不要再去打价格战了，因为小米的模型特别贵，对吧？100万 token 啊，大概是要卖到$1或者是更高一点的这个输入的价格，而中国普遍的大模型公司的这个100万 token 大概也就是可能2-3块钱人民币啊，或者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它有点快吃不住了，因为它那个模型是，比较大 ，MIMO V2 Pro 是要比别人大，所以它的推理成本要相对高一些。而且呢，作为一家怎么说呢，小米其实是一个做硬件的公司，就是它要求每一件事情必须要盈利，你是不能赔钱的，对吧？它不像阿里这样的说，我们可以拿其他的业务来去养这个事情，它养不起，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必须它要出来喊说，大家不要打价格战啊，打不起了，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有没有说中国好的呢？也有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哈萨比斯啊，就是这个DeepMind 的 CEO， 他讲的说中国正在逐步追赶啊，他的原话是中国 AI 仅落后6个月，对吧？这是他在应该是达沃斯论坛上啊做的一个专访上面讲的话。另外一个经常说中国很厉害的人呢是黄仁勋啊，这个英伟达的 CEO 啊，他呢。其实主要还是惦记往咱们这儿卖芯片嘛，对吧？这个如果不往咱这儿卖芯片，万一咱们这儿比如说走出自己的路来，他这个就亏大了啊。所以他不断的在讲说，中国你看人才密度很高，对吧？现在全世界这个 AI 论文里头大概有1半以上是中国人写的，然后包括美国的各大公司 AI 团队里头，可能中国面孔也都能占到一小半吧，甚至有一些团队能占到1多半，对吧？这不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中国的这个电力很便宜啊，基础设施也这个非常完善啊，所以呢，他认为中国肯定是能赶上的，没有任何问题，还是买我点芯片吧啊，这个反正到现在为止，他那批 H200好像也没进来，不知道谁用上了啊，这个希望还是那批芯片快点进来啊，咱们快一些能够把这个算力成本再下降一些啊，就是买了他的芯片，肯定这个算力成本是要买比这个华为的升腾要便宜的啊，因为升腾的这个计算密度不够高，而且非常耗电。对吧？使这个英伟达的芯片肯定这个 token 的成本还可以再下降一些，所以这就是啊这些不看好中国 AI 的人和看好中国 AI 的人，就是这么2拨人啊。他们到底谁说的有道理呢？大家待会儿可以讨论啊。咱们今天留一个讨论话题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那么下一部分呢，咱们来讨论一件事啊，就是中国对于 AI 带来末日的看法普遍比美国人乐观啊，这个。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啊？这个非常神奇啊！这是《纽约时报》2026年3月5号刊登的一篇报道啊。他这个作者呢叫薇薇安·王啊，应该也是一个中国人啊，但是我并没有去核实这个作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呢标题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末日论者在哪儿，对吧？说美国到处都是人工智能末日论者，那中国咋没有呢？啊，它里头呢引用了一些数据，比如说毕马威啊做了47个国家的这种调查，显示呢，69%的中国人认为 AI 好处大于风险，而美国只有35%的人认为这个 AI 的好处大于风险。而斯坦福呢，在2025年做了一个叫 AI Index 的数据，更是夸张，83%的中国人认为。AI 利大于弊，而美国只有39%，加拿大40%，荷兰36%，啊，就是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认为啊，说这个 AI 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灾难，而中国人很乐观啊，当然还有比咱们更乐观的啊，印度人比咱们还乐观，他们大概是能够就是比所有的数字比咱们都高啊，这个是更开心的一个民族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呢？这个作者呢给了4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是中国的 AI 应用落地快，老百姓真的能用上啊。比如说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在10几个城市跑了，酒店里头的服务的机器人啊，外卖有 AI 调度，淘宝有 AI 推荐啊，都还是免费的，对吧？老百姓并没有觉得说，哎，我必须要去花钱订这个东西，包括豆包什么的，现在很普及，还有像什么元宝啊，现在也在天天打广告，对吧？那么老百姓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得到好处了啊，实际上他们就是还是消费了点吧，所以老百姓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要相对来说更乐观一些。比如说吧，2026年字节推 C-DANS 2.0的时候，美国好莱坞啊，这个吓得要死啊，马上出来发律师函说我要告你啊，说 AI 要抢了他们的饭碗啦，甚至他们要出来去集会游行了，因为美国的演员们和这个导演们经常会干这种事情，而中国呢，直接导演贾樟柯啊接过 C-DANS 3.0来说，来我拿这玩意儿去拍个短片吧，然后拍完了以后发微博说，哎，这个技术是工具，人才是核心啊，这个所以大家心态是不一样的啊。中国在这块呢有一点点叫娱乐至死的这种感觉啊，我们就开心就行了啊，至于其他人过怎么样我们不管了，对吧？什么版权呀，什么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管了。那么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原因是什么呢？说政府的叙事是不一样的。中国政府把 AI 做成这个经济增长引擎啊，推各种 AI 加计划，2030年渗透率要达到90%。美国政府呢，天天在这讲 AI 安全、AI 伦理，怕 AI 消灭人类。那老百姓呢，当然也就害怕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吧？就比如说同样一把菜刀啊，中国人就觉得切菜是个好工具啊，美国人就想着这个是不是杀人凶器啊？这个其实不是刀的问题，而是想法不一样的问题啊。那你说为什么中国人就想着说这个都这么好呢？待会儿咱们再讲啊，这是第4条的事情啊。咱们现在先讲了2条，再讲第3条啊。这个文化跟民族自豪感也有差距啊，就中国人有时候觉得赢麻了啊，这个真的是中国人觉得哪块啊稍微强一点就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对吧？近代中国的快速现代化让老百姓对技术进步有天然的好感，很多人经历了从没有手机到智能手机，从绿皮火车到高铁的跃进， AI 被视为下一轮技术进步的核心，是中国赶超西方的机会。 C-DANS 2.0 发布后， C-DANS 在海外出圈，直接上了热搜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很有民族自豪感，很骄傲啊，又赢麻了。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 AI 这个事情呢，确实容易让中国人感觉赢麻了。你看现在做 AI 芯片的4个老大啊，这个英伟达、AMD、英特尔、博通4个老大，4个中国人，对吧？然后这个各个公司里边发表论文的，然后这边全是中国人啊，所以每一次只要是沾着咱们边，哎呀，我们又赢了。所以呢，中国整个的从上到下这个民族情绪就觉得 AI 是一个为中国准备的一条路啊，就感觉就是上帝赐我的应许之地那感觉，对吧？所以啊，这个民族自豪感确实让中国人觉得 AI 很好。那么第4点是什么呢？对吧？这个咱们刚才讲了啊，说中国政府也是喊 AI 好啊，这民族也喊 AI 好。那么核心原因是第4点，悲观的声音被系统性的压制了。对吧？这个所有负面声音是很难传播的，就是中国整个的舆论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啊。你说哎谁谁谁家 AI 不好，谁谁家芯片有问题，马上给你把号封了，对吧？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好的啊。自动驾驶事故的帖子会被秒删啊。官方媒体把出租车司机对于 AI 替代的担忧类比于历史上的这种一些反正也是一种禁锢性的活动嘛，他都觉得哎，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呢，这个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它有工会，对吧？你玩不好，他会去罢工。而在中国的话，我 AI 给你替代了，你去罢工，这玩意儿叫寻衅滋事，对吧？而且你来寻衅滋事以后，别人都看不见，报道都没有，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老百姓啊，一方面觉得啊我们很自豪，都是中国人干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没看到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很开心啊。所以这就是啊，这个中国对于 AI 末日论的看法为什么要比美国人乐观这么多的一个核心原因。那第4部分啊，这个中国在 AI 领域里头赶超美国就是世界末日了啊，也是有一些人是这样认为的啊。这一层呢，主要是地缘政治层面的啊，这是
美国那帮政客或者是科技高管的言论啊，核心就是俩人，一个是山姆奥特曼啊 ，OpenAI 的 CEO，天天提醒美国啊不可以失败，游说国会要加大 AI 投入啊，不要管制啊，还要求管制芯片出口啊。这里头呢，他一直在讲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事儿呢，大家也在想说，你为什么要讲这事儿？你是不是就想从政府多骗点钱呢？对吧？因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嫌疑啊，你毕竟是美国原来是最大的啊，现在是可能挣钱挣的最多是 Anthropic 了，对吧？第一、第二的这种 AI 公司的老大，对吧？行业领头人啊，你不停的去给美国政府说，哎，我们有一个敌人在后边紧紧追赶，这样也可以增加自己的重要性吧？啊，所以这块呢，啊，他在喊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喊的比较多呢，就是这个阿姆迪啊，就是 Anthropic 的 CEO，他呢是更极端啊，这个说把算力卡卖给中国就是核扩散，等于是把原子弹卖给朝鲜了啊，这是他在达沃斯论坛上专门去讲的话，原话就是这样的话啊。所以 Anthropic 呢，现在是美国军方的核心供应商。咱们今儿早上的节目也讲了，他们最新出的 Mesos 模型算是两用技术了啊，拿了国防部很多的订单啊，所以呢，他会把中国描述成敌人。而当然了，中国确实也让他吃了很大的亏啊，他做的 Cloud Code 到了中国以后被各种破解，然后让中国模型上去跑，然后一堆中国模型跑上去蒸馏他的模型。对吧？这个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痛苦啊，所以他不停的在喊说：“哎呀，这个中国一旦追上了的话就完了啊，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对吧？”这个是另外一种论点了。那么，中国 AI 上到底追得上美国吗？啊，咱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个啊。咱们前头说有人说追不上，有人说正在追，有人说近了点了啊，还有人说追上就完蛋了，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行不行？首先第一个问题，算力卡禁运到底对中国的 AI 有没有影响啊？我说呢，这事儿有，但是呢，并没有那么绝对。第一个呢，是我们自己有升腾芯片啊，虽然贵了点啊，就是说它耗电耗得多嘛，对吧？兼容性也稍微差一些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用更便宜的电啊，再加上政府的各种补贴啊，我们其实也能将就啊，不是说完全使不了啊，还能凑合，肯定是比英伟达差啊，这个咱还是要承认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各大公司在全世界买算力卡，你不让往中国卖，你不能不让往新加坡卖，不让往这个阿联酋、迪拜卖吧？你往那儿卖，我们就买，买完了以后，我们在当地建算力中心。你到中东土豪那儿说你们愿意建算力中心，我们帮你管行不行？反正我的模型是开源的啊，弄完了以后你自己想怎么弄怎么弄，对吧？这块中国其实并不缺算力卡的使用啊，我们大不了就是把数据扔到新加坡去训练嘛。或者扔到马来西亚、扔到迪拜、扔到这种地方去训练，所以这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们进了中国算力卡了，这事搞不定了啊！这个想太多了啊！再加上中国还在不停的往里走私这些算力卡啊，这个前面咱们不也讲过吗？这个超微半导体啊，超微网络吧，他们叫对吧？这个帮助中国走私英伟达最先进的芯片啊，把这个老大联合创始人直接给拉进去了，对吧？这个事情。其实大家要想清楚，中国从来没有缺过啊，或者说彻底断供过这个芯片。中国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自己的光刻机啊，没有自己的这个高精度的这个高制程芯片的这个生产能力。如果有的话，那这个事儿确实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说意识形态控制的问题啊，这个反正咱们讲到这儿了呢，也可以稍微的胡说八道一会儿了啊。其实啊，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呢。玩政治正确这件事情比中国还要厉害，对吧？中国确实有意识形态控制，这个事儿咱要承认啊，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我们要想清楚一点，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控制呢，它属于一种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一个玩法，就是啊，这个普通人啊，你们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干那个啊。但是这个人呢，你说我经历了一定的考验了啊，你是经历过考验的革命战士了，你是可以看的啊，你没问题的，我们相信你。对吧？所以在中国，大公司啊，还有包括政府啊这种大的机构啊，他们去做一些各种事情，其实没那么多人管你，对吧？你愿意去拿什么样的数据去做训练或者什么的，这都没事儿。哎，你说我们这个训练数据里不可以有什么东西，看得过来吗？这个东西你可以要求，但是根本就看不过来。所以中国有很多规矩，其实是随着这个，中国有很多规矩是随着层级上升。
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美国的意识形态，他们这种白左也好 ，LGBTQ 的这种政治正确，什么觉醒主义也好，他们是平等的针对全民，包括所有大公司啊，对吧？而且他的公司里边的这些员工也会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你公司里边说我们想去做点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这帮人会去罢工的，会去闹事的，对吧？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未必谁比谁更宽松、更严格啊！这个千万不要觉得中国一定会比美国管得严啊，真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像到现在了，美国真正说号称敢说真话的模型，也就是 Grok 一个，就是 XAI 的这套东西，其他的模型基本上都是白左模型啊，这个没有任何办法。但是中国的模型其实相对来说会更实用主义一些啊，里头会有应对这个安全检查的部分，但是呢，越高层级的就越这个其实越宽松啊，没有那么严的规矩，出了事儿再说呗。啊，包括像前的罗弗利，他在访谈的时候也讲说，我们小米从上到下全员都是用 Cloud Code 呀，对吧？那他咋用上呢？对吧？这个没有这个账号，没有这个梯子，他咋用呢？这是大家就不说了，对吧？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千万别觉得中国意识形态啊控制严格啊，这个未必谁更严。再往后呢，叫成也内卷，败也内卷啊，就真正的成败其实是来自于这里啊，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讲中国内卷什么？比如说吧，中国每年毕业的 STEAM 专业的博士，大家知道有多少吗？7.7万啊，一年7.7万个博士毕业，美国是4万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它的2倍，但是应该快了。顶会的论文啊，到2025年开始，就是各种 AI 顶会上的论文啊，这个中国的就是现在还在中国的这些中国人，基本上能占1半以上啊，然后。排第1名的是清华啊，然后再往后的才是这个可能，比如到谷歌呀什么这样的机构，对吧？然后咱们还没算啊，在国内受过教育，然后再跑到美国去上学、任职、任教的这些人啊，都没算在他们，只算还在中国的就已经超过1半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从时间上讲，咱们肯定能卷死他，这没什么好说的，对吧？我就是这么多人去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然后都轰成博士出来。我每年比你产出多1倍的博士，就算他是质量差点，对吧？我们一开始这个底子稍微薄弱一点，也没有那么好的向学之心啊。因为美国好多博士人家就是喜欢研究，我们好多博士是因为找不着工作才去读的，对吧？这个咱们开个玩笑了啊。但是即使如此啊，我们总量比你高这么多，而且我们压力很大，对吧？我们不停的要求你去这个发论文，你去做研究，你不发论文，我不给你评职称，不停的干这个事情。那就卷呗，对吧？咱卷这件事情上来说啊，这个中国还是有优势的啊。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中国大基建，对吧？让电力成本急剧下降，工业用电的价格是美国的60%，训练大模型是最费电的啊，包括让模型整个去推理也是非常非常费电的。我们现在芯片不行啊，这个芯片我们比英伟达的费电，但是呢，我们电便宜啊，再加上政府补贴啊，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呢。拉不平啊，但是可以缩小差距啊。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没有工会。对于劳工啊，对于劳动者来说呢，这肯定是一件很悲催的事情。但是对于 AI 来说，对于机器人发展来说，这个就反过来了啊。所以每一件事情它有好有坏，对吧？人家这样看说，哎，没有工会，我们 AI 公司就可以很开心的去做机器人，很开心的去做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对吧？你像美国原来 Uber 出来的时候，这帮出租车都去罢工，对吧？更别说这个无人驾驶了，肯定得上去打砸抢一下啊！这个事儿才符合这个美国人的这个风俗习惯嘛，对吧？咱这儿就没有这事儿啊！你谁敢上去打砸抢这个无人出租车，绝对会给你抓出来，抓起来拘留啊！咱们有的是地儿可以关你啊！所以这个事情呢，看具体怎么说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版权啊，这个。你对于美国来说啊，版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吧？你出了这种 AI 的这种视频模型啊，这个版权商就会找你，对吧？到目前为止，这个 Solo 2也下线了啊，然后这个唯一在这个升挺的其实是 XAI 的这个 Grok Image 啊，他们在这升挺。谷歌现在其实也在不断的去阉割自己的产品，然后中国的 C 蛋3.0。对吧？你看谁在国内在提版权这件事吗？
现在国内在提的叫偷脸啊，这个待会儿回头我们有机会给大家讲什么叫偷脸，对吧？就是我们拿着明星的脸，然后想办法这个做一次这个，比如说风格化，然后再把它放到短剧里去，你就会看到刘德华在里边演短剧，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都已经发生了，还更别说版权了，谁管你那个？咱们就是娱乐至死，流量至上，全玩这个的。所以这一块呢，中国的 AI 发展肯定也要比美国快，因为我们没那么多监管。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去快速前进，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内卷给我们带来的优势。但你说劣势有没有呢？前面把这个有利的都讲过了，不利的在哪些呢？就是我们确实没有时间去做基础研究啊。这个前面这个甭管是林俊阳啊，还是其他的这些人都已经讲过了啊。中国在整个的 AI 公司里头都是在追赶的一个状态啊，我们没有时间去做底层的研究啊。这块呢，确实是内卷给我们带来了劣势。另外，缺乏冒险精神啊，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肯定还是希望急功近利的快一些出结果吧。啊，至于这个侯红所说的这种结构性问题呢，我觉得投资这块确实存在啊，但是这个跟投资人没关系，这是这个反对资本无序扩张以后造成的一个临时现象啊。其他的其实关系没有那么大。你比如说吧，买软件这件事儿，企业真的不买软件吗？其实也买，只是买完了以后呢，你的要求很多，要求人家不停的改。但是现在有 AI 了，比如说你有这个龙虾啊，或者你有这种叫做爱马仕啊这样的这种系统以后，你想改吗？你自己改呗，你在里头提要求，它自己就改了，对吧？所以再往后可能真的会发生变化。现在呢，中国在玩什么？就是全民装龙虾啊，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装上了以后，也许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出来呢。所以在这一块上啊，就是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啊，就是内卷啊，成也内卷，败也内卷。那么再往后，这个中国到底要怎么才能在 AI 领域上追上美国呢？啊，这个是我们要讲怎么追了啊，我们肯定能追上。第一个啊。卷是在民族性里的，改不了啊，这事没办法。所以继续以远超美国的速度搞基建、生产博士、写论文，人多力量大啊，总有卷出来的这一天，这个我是相信的。甚至有些人说，哎呀，你看日本人原来在多少年前就在讲说，这个我们以后要每年得一个诺贝尔奖啊，现在基本上也做到了。那中国说可能再过个10年20年啊，这个诺贝尔奖就全是中国人了。那你说这不是痴人说梦吗？这怎么可能呢？对吧？这是基础研究，你别忘了这么多博士呢，总有几个喜欢基础研究的吧？对吧？当我们生产了这么多博士之后，那这一天总会到来的。因为得诺贝尔这个事儿，通常是在你的成果发布了，比如20年以后，你会去得这个奖啊。像这个去年的哈萨比斯以及这个那个 Hinton 这种的是比较特例的啊。就是绝大部分的情况下，诺贝尔奖都是要你这个技术发布了10几20年才有机会，所以这块再过个10几20年啊，以中国现在这种产博士的速度，我们现在生产的博士大概是美国、英国，反正几个国家加起来大概都没我们多，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总有卷到那一天的时候嘛。这个第二个就是让更多的博士企业在生死线上爆发最大的潜能啊！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玩得起啊！这个100个公司失败了，最后成一个就赢了，对吧？这个就跟我们以前在互联网时代玩这个百团大战似的啊！大家都玩团购，像美国啊 Groupon 就完事儿了，对吧？像中国最后杀出一个像美团这样的妖怪来，对吧？所以只要继续卷啊，这个就总会出一些奇怪的东西。这个东西像养蛊一样。当然，前提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让这些人在生死线上挣扎，你让他们过得很舒服，这事儿是不行的。当然，这个事情对于这些博士和企业来说是很残酷的啊。就像我们去，比如说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啊，我们上那儿随随便便可以拿奖，对吧？像我们以前招人啊，包括投项目，都是说，哎，你有没有进过中国国家队啊？就是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我们不问他你有没有得过奖，也不问他你有没有真的参过赛，你只要进国家队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最后去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时候，是从国家队里抽签的，随便抽了上去就把冠军全都拎回来了。所以你只要到了国家队，就是证明你已经有这个能力了，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就来呗，
对吧？而且去做这个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或者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很不人道的啊，就是对于这些个人来说，其实挺不人道的啊。但是结果很好。第三个就是娱乐至死啊，这个版权很宽松，训练数据其实是很多的啊，中国有非常非常多的训练数据，AI 模型的训练的话，我们就拿这些数据来训练就可以了。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放任公司快速的用 AI 替代普通劳动者，现有的劳动力自然会重新去找到新的生存方式，我们也不去管它，对吧？那么也没有什么这个叫什么呢？也没有工会，也没有任何的闹事儿啊，只要是能上去就直接上啊，能裁员咱就直接裁，没有哪个说哎你裁了员了我们去管你，没有这事儿啊，咱们就该赔了钱裁员就完事儿了，实在不行我把公司一关啊，然后这个事情对于政府来说他是不会去管的啊，也没有人去对失业的人去说什么。这件事情呢，对于这个劳动者来说肯定是悲催的啊，但是对于 AI 公司来说，这个就是机会，对吧？所以现在大家没办法，只能是全民养龙虾啊，都去玩 AI，用的人多了啊，生态慢慢就会出来啊。这个就像这个小龙虾吃人一样啊，这个就像小龙虾一样，吃人多了，养殖产业就起来了，对吧？这个东西在国外可能是一种害虫，对吧？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小龙虾养殖产业啊，大家要去吃各种各样的小龙虾。啊，那么你说任正非说了呀，没有基础研究就不可能成功啊。那咱们就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呗，这个那慢慢来呗，那怎么办呢？对吧？你现在这么多博士出来，那也还是有机会的。还有啊，就是那么多博士，咱们继续向美国、向全世界输送嘛，对吧？只要人才流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封锁，对吧？你最后还有跑回来的时候嘛，啊，你就算我去了10个，回来1个、2个，这有什么问题吗？啊，就像当年我们这个跑到美国去跟人学什么造火车、造什么飞机、造什么东西，现在飞机还差点啊，但是火车呀、什么汽车呀这事儿，咱们现在已经没什么毛病了，都是可以搞定的，对吧？最后就是输出人才、输出开源模型、输出 token 啊，就像中国制造一样啊，我们向全世界去输出手机、输出电视、输出什么新能源汽车、输出电池啊，这个事儿是完完全全一个逻辑继续做。所以啊，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啊？就是中国 AI 是会追上美国的，对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当你整个这个行业里头有一多半是中国人的时候，你怎么追你都能追得上，对吧？这个卷王永远不会停下来，而卷这个事情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啊，这个其他的都不那么重要，而且为了卷，为了成功，为了胜利。我们可以放弃所有的原则啊，这个什么版权呀、什么劳动啊，或者什么人权啊，这个算个屁啊，对吧？这个当然咱们这个胡说八道了，咱们回头我太太会把这块剪掉的。对，这大概就是咱们今天要去讲的故事。所以老范的结论就是，总能有追上的一天啊。虽然现在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啊，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只要看到这些问题，我们承认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想办法改呗。而且改正这些问题的方式，可能跟他们的想的也不一样。对吧？我们可能用一种其他的这种更赛博魔幻的或者赛博鬼故事的方式，就把这个问题处理掉了。比如说今天好像张雪峰点 skill 已经上线了啊，这个看看大家是不是愿意去拿回来去玩耍一下啊？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啊，这个中国每一次去冲上去啊，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去竞争的时候。我们总能够这个展现出一些让西方人觉得很难以理解的这种事情来，对吧？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版权，比如说我们的劳动保护，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管理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到底能不能挂梯子，对吧？你像小米全员 Cloud Code，你说它挂了梯子了没有？对吧？大家自己去想啊，这个所以很多事情在中国并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则，规则是管穷人，管这个。大众管屌丝的啊，这个其实再往上一层，我们都觉得你是已经经过考验了，咱们就上吧，对吧？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小故事啊，然后咱们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嗯，夜总会就算了啊，这个刚才我们也看过了，对，这个梯子的问题我们不讨论了啊。要镇压啊，这个不知道啊，这个我们就反正等吧。
状态良好啊，这是好吧。Comet AI 浏览器，Perplexity 效果怎么样啊？没玩过这东西。其实我对于浏览器这个事情，现在感觉越来越没必要了啊。因为我现在，更多的是在各种客户端和这个console 啊，或者说就是叫什么命令行啊 terminal 啊，在这个上面跑来跑去的。这家微频是扯淡啊，搞一波运动就算了啊，是这样的。发现老范有直播，打个卡，好吧，欢迎。不是胆小，是穷，是这样的啊。就中国有好多东西，其实都是资源不够，是穷。中国业者很多步骤必须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种内部对齐肯定严重负面因素。哎，这个其实你真的以为党中央有那么多功夫管你吗？别费这劲了啊，这是不可能的。你像我以前在互联网公司里头，盛大是专门有这个网监部的啊，特别逗，就是在哪儿来着？应该也是在张江地铁站旁边的一个楼啊，然后那个楼的2层啊，内侧回廊上有一个办公室，那个办公室上呢，没有任何标牌，但是有一张纸贴在门上，叫不许拍照啊。我到现在我还记得特清楚，哎，我说大家都有办公室，都关着门，有关着门，有开着门，有的上头写着门牌什么什么部门，他这上啥字都没有，写一不许拍照，我说这干嘛的呀？后来看网监办公室，就是有网监大队住在那儿的人啊，他们来去干这个事儿的。就是我党其实处理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他们现在更关心的是什么？比如最近有什么事儿了啊，你们去给我摁住；最近有什么风向了，给我摁住；出什么事儿了，你给我补一下，对吧？他没空去看你这些文件呀、这些数据啊，到底是什么回事啊？没空管你这个。范豪啊，你好，你好。RDP 是什么？不知道啊，没研究过。这个是你想去跟人高度一致，人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向哪边走的啊。远程桌面协议啊，这个没玩过，目前还行。是的，有本事就拔线了啊，他不拔线就是不封网。你看那么多这个什么呢？那么多出海项目呢，他怎么弄啊？他根本没法弄。而且中国很多这种封禁，你比如说就跟摩托车似的，什么意思呢？我不让你用，但是呢，我用啊，警察都用摩托车，在所有禁摩城市，警察都用摩托车。用完了以后呢，有关系的人、有能力的人去用摩托车啊，这个真正封禁的都是普通人。所以说，中国很多的规则都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在这种东西可能更适合 AI 发展。接着奏乐，接着我，肯定还是有过程的吧？啊，这个火车上听直播啊，这个看来你的网还是不错的。哎，我记得你们是在加拿大，加拿大在火车上难道还有网吗？真很奇怪啊。加拿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没那么好啊。范先生几个小时前说的那个神器 Cloud Mesos 能够攻击很多安全系统，会不会在钱多人傻的大国内部造成广泛的小银行跑冒滴漏，从而促成金融危机？这个应该不太会，它至少目前为止吧，这个Anthropic 应该还没想这个事儿啊。它只要不开放出来给公众用，一般不会出现这种事儿了。威胁论是说给美国人自己听的啊，这个是对的，就是实际上还是要钱的啊。我跟你说这个很威胁，然后这个就你都得给我钱啊，多给我点钱就完了。我觉得中文语境足够混乱，AI 可能啊，因为成本问题无法卷得过人类啊，这个倒不会。AI 卷人这个事儿呢，它肯定不是给你卷语境，它会卷其他东西。在这块儿，中文、英文什么没有那么大区别。很多人说，哎呀，英文才有语料，那有那么多的这个论文，有什么东西都是英文的，那论文才有多少呢？对吧？咱们现在生成了大量的内容，都是可以拿出来做训练的啊。真正难的是把数据洗出来，而不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叫什么呢？怎么去这个甄别人看这东西，根本不用看，都是拿AI 去洗的。
中国的末日论者是最底层啊，他们认为抽水马桶挑战挑粪工的这个岗位啊，美国人看不到啊，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美国更多是 AI 末日论啊，中国其实都觉得岁月静好，党中央会解决问题的。高速的公路收费员和挑粪工啊，现在全部下岗 ，ETC 和这个抽水马桶在中国普及了啊，这个这个还早呢吧？这个事儿刚来啊，前面没听啊，观众朋友有课代表，那先 update 一下啊，这个末日是谁的末日吗？是美国人觉得中国成了美国的末日，还是 AI 成了全人类的末日啊？这个都有啊，都有。我们今天讨论了3个问题。高速的收费员能罢工吧？这个别开玩笑了，咋罢工啊？那都是公务员，你敢罢工，马上给你干掉。抵制 ETC 啊，他们不会抵制 ETC 的。这个我还真见过他们怎么玩这事儿啊，因为我以前做过这种系统啊，他们是会往计算机里泼水啊。这个当然泼水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抵制 ETC 啊，而是为了这个自己偷偷拿钱啊。就是我们最早大概90几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双机热备系统，就是2个电脑完全同步的这个系统，就是给高速公路用的。因为你如果当场那个电脑坏了，他多收来的钱全是自己的。啊，后来他们就是为了让那个电脑坏，就往电脑里泼水，然后我们就做双击系统，就至少在你泼水之前，这个数据是有的，而不是说你夸一泼水，今天一天的数据都没了啊，不是这样。好久没赶上直播了啊，这个不应该啊，应该这个努力看直播呀。早些年啊，梯子难的时候也过来了啊，这个不怕，对这个不用太害怕，总能过去的。内卷的本质就是缺乏创新啊！内卷的本质是缺乏保证。就什么时候会内卷？就是，当你不卷就会死的时候，就必须得卷啊！没有人保证你不卷也能活的时候，你就必须得卷，跟是不是创新这件事本身是没关系的。而且卷的过程中，其实你也在不停的创新。中国 AI 产能的出口能力才是决定将来旭日还是末日的关键，内需是没有太大前途的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中国现在也在出口大量的 AI 内容啊，包括各种的短视频啊、长视频啊，各种东西。我那天啊，跟我们周三吧直播完了以后，跟这个群里的一位小伙伴聊了半天，我才发现我特别喜欢在 YouTube 上听的那种长音乐视频，原来都是 AI 音乐。对吧？我估计大量都是中国人在做这个东西啊。就是他那天跟我聊了一晚上以后，决定回去也去尝试一下啊，做这种 AI 长音乐视频啊，这个还是很棒的。我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出口这些东西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因为你在内部养不活，你就只能出口。老范能来加拿大旅游吗？过来看看，吃真龙虾，龙虾是拿来吃的，不是拿来玩的啊。这个其实呢，龙虾是小龙虾啊，cloud 叫 cloudfish 是吧？这个东西这个词叫小龙虾，不是大龙虾，大龙虾叫 lobster 是吧？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我吃龙虾其实没吃出什么感觉来。我在澳洲其实没怎么吃龙虾，我在美国吃过波士顿龙虾，在南非吃过龙虾，在澳大利亚吃过龙虾啊，在加拿大没吃过龙虾啊，应该说是在加拿大没吃过龙虾。但是我吃了龙虾，我并没觉得东西好吃，除了贵之外没什么味道。什么时候来上海搞活动？哎，这个刚去过呀，年初不是刚去过吗？最近有点懒得动啊，这个过一段时间吧，因为我最近还是要准备停更啊，这个实在是有点这个心力憔悴。最近啊，中国比较容易运动是一哄而上，运动是一哄而散啊，这个它是这样的，就是当方向明确的时候，比如说 AI 这个方向是明确的，那这个运动呢效果就会有啊。只有什么时候不行，就是当你没有方向的时候。啊，这个事儿呢就没法整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这个圈地运动。以前的一个美国外教就有一次席间跟他同事说：“你如果想躲开美国而来到中国，你会发现中国就是200年前的美国，早晚这2个国家会长成一个德性啊。”当然啊，我觉得
这俩人都不懂中国。哎，我倒是觉得他们挺懂。你看现在董王啊，董王干的好多事儿，是不是觉得跟咱们这儿差不太多了？政权是追得上他啊，但是中国人民追不上，因为社会制度注定了赵家人享有这些结果。哎，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甭管谁享有结果，你只要让每一个人都在生死线上挣扎，他们就都会用出吃奶的力气来啊，去往前冲。这个是中国真正管理的一个核心啊，谁都不能吃饱了，就跟那个曹德旺说的是，你怎么可以给工人发这么多工资呢？发了工资他不是不努力干活了怎么办？对吧？他们会懒的。要到吃小龙虾的季节啊，这个哎，小龙虾季节是什么时候？我还真不知道小龙虾有季节性。地方债、商业银行坏账、举债大基建，实际上是把钱拿到官的口袋里啊，这些钱的投资回报率极低，垄断性企业享有特权，企业做大了就变成胖奴来被盯上了，这才是底层人民拿到的结果。可惜了啊，真人，才是会有自己的后代啊，这个才是会为自己的后代考虑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肯定现在这个财富集中的速度会比以前快，对吧？原来你还是要靠生啊，这个比如说地主老财啊，娶个一堆小老婆，然后生一堆儿子，然后他才有这种资本扩张的这个需求，对吧？要去兼并土地。现在呢，资本扩张的这个速度就是资本扩张或者集中的速度要比原来要快很多啊，因为有很多现代的工具啊，这个是没什么办法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还有全世界嘛，就是原来为什么整个多少年咱们就需要再革命一回，要推翻王朝再干一次？因为它是一个闭环的系统，就是你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我多吃一口，你少吃一口，咱们这边把饭都吃了，然后别人就没法整了，对吧？那只能起来闹革命。那现在不一样了呀，现在我们可以卷全世界，卷他们去啊，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有全世界的原料基地和全世界的市场，那么下边人可能混的没有上边人好，但是也在逐渐的改善啊，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内卷的结局就是大萧条，哎，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关起门来内卷的结局是大萧条，打开门来内卷的结局就不一定是谁萧条了。我是不知道中国能不能追上，但是让中国领先绝对不是人类的好事儿。我觉得人类的事情我们就不用太替他担心了吧，对吧？我们先上去再说呗。范太太是家庭的言论审核员，那当然了，就是我的视频都是由范太太最终剪辑的，但是直播的时候我就可以胡说八道了啊。生育率太低啊，这个卷也要人多啊，这个是真的啊。但是怎么说呢？你现在在这个小学里的这帮学生啊，是最高峰的人，对吧？他们大概是一千几百万的那年的出生率，现在高峰还没有上大学呢，高峰还在这个慢慢往前推呢，对吧？所以等到这个800万一年的这个人口，也就是比如2025年的出生人口是800万嘛，等他们再去考大学的时候，等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已经20多年以后了。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早就把美国人卷死了。美国老范给小范布局留学没有？哎呀，这个还是得他自己想去啊。反正他英语还不错，然后呢，钱攒了一点不够多，但是比如出去混个2年，还是能让他混得下来的啊。他要自己愿意去，我们肯定还是会支持他的。我在抖音、B 站也公开说是可以来 YouTube 关注我，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对，这事儿没什么太大关系。我发现最近范老师很少说我啊，经常说老范觉得、老范认为，啊，这种自己称呼自己第三人称的习惯是为了 AI 识别稿件的时候比较方便吗？哎，这个我还真没太注意啊，你还没说，我还真没注意这个事情。好吧，这个还是说我吧，最近好像是有一点点啊。美国火车上有 WiFi 啊，我估计美国火车是垫底儿的了。这个，但是你 WiFi 不是问题，你 WiFi 你还是要能够有线出去。像有些这个地方 WiFi 最后是连的5G 出去，有些地方 WiFi 也许是连的，
比如铁轨或者电线上面的一些这种信号出去，你看你怎么出去了？啊，这个应该叫什么？爱马仕啊，爱马仕 Agent，这个怎么说呢？我用了一天吧，我到今天是用了一天，感觉呢能跑啊，这个比龙虾简单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呃，但是呢，它到底干的怎么样，我还没有特别深入的去让它用起来。法国梧桐说的是济南吗？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今天看一个消息说 AI 已经能破解鸟语了啊，这个也许能破解了，但是破解了有什么用，我还没想明白啊。真人看到啊，看着对方表情、肢体、临场面对面对话的微妙关系，AI 现在就学不来啊。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AI 呢，你只要给它足够的数据，你像 YouTube 上这么多数据，老范天天在那儿聊天，这些数据它都可以去学啊，对吧？这个不是说学得来学不来的问题，就是他看现在学这个事情划算不划算的事情。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有数据的啊。而且比如说老范现在说了，在那儿做直播，然后他可以通过数据的变化，更多人来了，更多人走了，然后更多人去留言了，更多人点赞了，他来去识别说，哎，老范现在说的怎么样，表情是什么样的，他完全可以干这个事情，干完了以后再去进行数据标注，标注都可以 AI 自动标注，然后就可以学。所以这个事儿呢，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啊。现在的 AI 音乐做得很好了，是这样的。因为周三呢，有一位观众呢，他是这个做游戏音乐的啊，他在 B 站上还有频道啊，就跟我聊完了以后，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件事儿呢？他就说这个准备回去试一试啊，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GEO 和 AI 投毒产业也会发展的贼快，对啊，发展呗，等我们发展完了以后，美国人去研究怎么防治。现在加拿大电信也便宜下来了啊，是的啊，这个基本上30加币150人民币就有30G 或以上的流量啊，上下班1小时用手机流量看油管足够了啊，这个也可以吧？上次还在火车上碰到啊，你还在那儿碰到 Jeff 李了哈，这个还是挺棒的。其实中国跟美国很像，而且现在嘴上说着不愿意，实际上是双向奔赴了。是这样的。这个肯定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从规则上，从这个什么上，还是再向一起前进啊。特别是董王上来以后，真的有双向奔赴的感觉。下面上个民主党吧，他们美国人追得太快了，让他们稍微休息休息。照着曹德旺这个说法，我们就不能让老范吃饱，要不他就不好好努力做节目了。哎，这个吃不饱我也不错了，太累了。我是准备稍微休息休息呢。打开门来内卷的结局就是大家一起萧条，这个真不一定，真不一定啊。这个看吧，打开门来就是看谁最后一个想明白。你比如像欧洲这帮人，可能最后就是他们最后想明白啊，包括日本这个都比较费劲。韩国其实跟咱们一样卷，甚至韩国比咱们还卷。美国呢，在卷这一件事情上来说，我觉得他们是能够追上中国的啊，因为中国第一移民地是在美国啊，美国还是有不少华人的啊，所以一到卷起来的时候，他们也能赶得上啊。但是欧洲真的很难啊，日本呢，我觉得还要再想一想，他们这个还要再费点劲。第三人称的表述习惯，胡锡进比较喜欢啊，老胡怎么样，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像原来说比较自负的人会喜欢第三人称自负啊，比如说第三人称表述，像原来那个我记得是谁来着？是马歇尔啊，就是说这个麦克阿瑟是很自负的一个人啊，因为他很少说我怎么样，他都是说将军认为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我记得是当时看麦克阿瑟传还是马歇尔传上写的这么样一句话。这个 GRM 5.1啊，这个我还没用，是不是像网上说的跟 Sonnet 4.5差不多了？我觉得从写程序这件事情上来说啊，就是如果你上这个，像比如说啊哈买 Open Code 或者啊哈买
Cloud Code 或者 AHA 买 Codex 这样的这种多 agent 的讨论方式的话，对于整个模型的能力会被拉平，对吧？就算是 GPT，经常也是小病大医，对吧？我昨天去修龙虾修了一天，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GPT 给我做了一个非常扯淡的这种判断，然后让我在那个里头折腾了一下午啊，差点今天早上就没节目了。M 芯片的 Mac 对极限器的支持不是一般的差啊，这个市面上几乎所有的从普通极限器到雷电扩场坞都带不动，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们家都是这个什么的，我们家都是无线网，我们家就没有拉线这件事儿。这是要干嘛呀？写出这样的话来，太惨了啊！今天用 Cloud 被封了，Cloud Code 上写代码就不放过啊！这个我觉得反正还是要看你的这个叫什么账号吧。如果你的账号比较古老的话，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容错的哈。全球卷差不多了啊，这个就逼着一些人奔火星去了。哎，真的等把全球卷的差不多了，可能中国的人口也开始下降了啊。这个最高峰的人现在还没高考，就等这些人差不多快退休的时候，中国估计就不卷了。好啊，我们今天故事差不多到这里啊，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准备休息休息了啊。老范说的啊，哈买 Open Code 啊，对，是这个 OH-MY-Open Code 啊，是这个东西。我现在的啊哈买 Open Code 上挂的模型是什么呢？挂的是叫做豆包2.0啊，就是我说这个现在呢这个它不是有一堆大概8个还是几个 agent，说要求不高的呢挂豆包2.0这个 Lite 版啊，要求高的挂 Pro 版，然后呢他们就自己在那讨论，讨论完了以后做出来的东西也能使啊，没有这么大问题。但是因为老范现在自己不写大系统啊，所以没有去鉴别过这个在很复杂系统上的效果怎么样。托 AI 的福啊，觉得网上诈骗邮件有大踏步的进步了啊，是这样，但过滤能力没有什么变化。这块肯定还是要去有一些调整的吧，在等着这个谁呢？在等着谷歌继续去升级它的垃圾邮件过滤系统吧。比 Cloud Code 的客户端好用吗？我没法给你做这个比较，因为我 Cloud Code 虽然也在用，但是我 Cloud Code 里头挂的模型是这个 Minimax 2.7，对吧？我在 Cloud Code 里头并没有去挂这个叫做什么呢？并没有挂 Cloud 自己的模型啊，所以我没法给你比较这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咱们周末再见。